宋池和舒云川刚刚查到了一家可疑的纸房，将所有人扣押，进行挨个的严审。两人心情稍稍放松一些，江九就带回来一个消息：那个洛凡公子有天人之姿，据说女人见了他立刻就腿软，恨不得立马扑上去将洛凡吃干抹净。哟，这得长成什么样啊？还能比池渊玉英俊？池渊玉也没特别英俊吧？听说赎走洛凡公子的那个外地冤大头，第一眼看到洛凡就倾心交付了，上去就扑倒了洛凡公子，抱着人家又亲又摸的。他们说呀，洛凡公子当场就被那女子给扒光了衣裳，女人真猛啊！那女子成事了没？好像没有，不过非常猴急，租了个院子，已经把洛凡接过去住了，说是今晚就睡了人家洛凡的初夜。看这女子猴急的模样，估计也等不到晚上了，还不回去就把人家给拿下了。我觉着也是，一个个都闲得发慌，是不是？管别人破事做什么？去接着查。江四这个时候凭空出现，单膝跪地：王爷，那个角角回去了，苏姑娘在清风馆买了个头牌，还租了个院子，今晚要和那男子。宋池瞬间惊得噌的一下站了起来。我的老天爷，猴急的那个女子不会就是苏角角吧？江九默默地向后退，无声消失了。宋池脸色发青，抬腿就走。江四带路。舒云川赶紧跟上。哎呀，别气了，女人不忠，不是还有兄弟吗？宋池来到租的那个院子门口，看到门上墙上都挂着红绸子，好一个喜庆的劲儿啊！可乐这时候走出来：吃喜糖喽！大家都来吃喜糖喽！还喜糖，准备的挺全面呀。最后那声冷笑直接吓得可乐腿一软，干脆利索的就扑通一下给他跪下了。王爷请进，小姐在里面。喜宅都不止下了，还真是猴急的。王爷，这宅子是江三弄的。江三一头冷汗落下来。苏姑娘命令属下租的宅子。切，我们小姐年龄小，任性贪玩，你为啥好的不听，坏的听？再说了，你是王爷的暗卫，任何事都要站王爷那边才对。江三冷汗哗哗的冒，心里就很奇怪，可乐明明喜欢自己，为什么还要坑自己啊？宋池一脚踹倒江三，旁边跪着，接着下一脚将宅子大门给踹开了。夫人，这身喜服好不好看？坐在马扎子上吃着葡萄的苏角角略显敷衍的夸赞道：好看好看，我家洛凡穿什么都好看。是不是觉着什么都不穿更好看？对啊，头牌美男嘛，不穿肯定。后知后觉的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含着一颗葡萄转脸去看，对上他那双寒霜沉静的眼眸，脑子里迅速划过1000个念头。这件事儿该怎么和他讲明白呢？苏角角胆子真是不小呀，不守妇道，背叛王爷，你死罪难逃。苏角角莫名一慌，保命系统立刻开启，双臂抱住宋池的脖子，小嘴儿往前一送，吻住他的唇，将含着的那颗葡萄送进了他的嘴里。宋池身子一僵，下意识地吃下去了那颗甜甜酸酸的葡萄。苏角角又嘬了2下他的唇，甜吗？宋池想发火，可还是顺着他。我家王爷的滋味比他还要甜。舒云川一看到这事态有点不对劲呢，在旁边催促道：君兰，你干嘛呢？你是来捉奸的，该杀杀该打打。你去了小官馆买回来个他，今晚要和他。王爷，这件事情的原委我们进屋去说嘛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有什么话不能公开在这里说。王爷挺住，你别又被他迷惑了。王爷进屋说。苏角角一边鼻腔哼唧，身后的小手呢还一边似有若无的刮着他的后背。宋池的喉结动了动，暗暗吸气，真该死，他确实是扛不住他的小撩拨呢。就是将苏角角抱在怀里，抬腿向屋里走去。宋君兰，瞧你那点出息，气死我了。舒先生，很明显王爷是不会有戏了，你不如去找东方少主试试。是你个仙人板板，你不该在门外跪着吗？罚跪的是江三，又不是我。行吧，一个妖精苏角角，身边还跟着个说精不精说傻不傻时不时放任的丫鬟，这要命的奇葩组合。说吧。王爷，有你这英俊超凡的盖世英雄在，我哪里还会看上其他的歪瓜裂枣吗？正餐再好，有人还是想偷吃破点心。不，我只吃正餐，正餐太好吃了，且吃得太撑，没有空吃点心，也不屑于看点心一眼。小骗子，你就会嘴上糊弄我。那个洛凡
你不是在清风馆就扒光了人家衣裳？瞎说！谣言，有江三在，我有机会扒他衣裳吗？哦，江三不在，你就想扒了他衣裳？不扒，他那种瘦弱的白斩鸡，我可没有兴趣。他的身材哪有王爷的好嘛？我只扒王爷的衣裳。哼，你没扒人家衣裳，你怎就知道他是瘦弱的白斩鸡啊？苏角角心道，这思维如此缜密，能不能用到大事儿上去啊？打眼一看就瘦瘦巴巴的，我发誓绝没有扒过他的衣裳，连衣服角都没有碰过。用什么发誓啊？如果我说谎，就让我买卖赔光，入府给你当小妾，再也不碰买卖了。宋池眉眼松了几分，这些确实都是他最在乎的事情，看来没说谎。那你买洛饭做什么？怎么，本王还不够你用的？够用，太够用了！有王爷一个，我谁都瞧不上。那个洛凡比本王长得好看？哪里会啊，他的长相跟王爷一比啊，就丑成渣了。王爷最好看了。苏角角这么说着，心里暗暗焦急。宋狗子吃起醋来这么难哄啊。那个池渊玉呢？苏角角一愣，怎么突然跳到人家池少主那里去了？池渊玉也没有王爷好看。那袁清灵呢？有完没完啊？你这是要和全世界比美吗？王爷肯定比他好看啊！宋池这才心满意足了，低头吻住他的唇，一点点描摹着，一点点加重。以后只许看本王一人，不许夸别的男人。密密麻麻的吻，排山倒海一般扑压而来，带着男人焦灼的忧虑和浓烈的占有欲。苏角角被压倒在桌子上时，才猛然从意乱情迷之中醒悟了过来。等会儿，等不了，我有正事说，停一下。不想停也停不下。宋俊兰，你不想抓住制造假银票的人了？宋池1秒钟恢复清醒，努力压制涌上来的火气。那个洛凡和这事有关。哎呀，我家王爷好聪明啊，顺便亲了他一下。既说正事，就别撩拨我。聊了又不给，纯粹是生生折磨他吗？苏角角推开男人，整理着头发，男人乖乖的给他整理着衣裳。洛凡突然被个外地人赎身，赎身费竟然高达2万两银子，这足够给10个木槿赎身了。可那个外地人竟然眼睛不眨就答应了，连个价都没有砍呢。出手如此大方，仿佛得了一大笔横财一般。对啊，像我这种商人，就算是有钱了，可你让我拿出2万两买个头牌，我是真心不舍得。毕竟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挣钱不容易。而且我套过洛凡的话，那个杨老板是这几天突然变得有钱的，不觉得可疑吗？外地人突然有钱，大差不离就是制造假银票的那伙人。所以我就故意急唬洛凡，抢了某人的所爱，还故意放出消息引他来这里抢人。到时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。宋池和苏角角牵着手走出房间。这一回这么快，是王爷不行了，还是小姐魅力下降了？这就原谅了？戴绿帽都敢原谅，宋君兰你还有没有下限？宋池叫来了所有暗卫。那我呢？还继续罚跪吗？免罚，另外奖2月俸禄，今后在外面事急从权，一切听从苏角角安排。江三的下巴几乎掉在地上，又惊又喜，跟着苏姑娘。虽然经常被吓得几乎得心急，可是好处也是有的呀。宋池又想到什么，将酒飞短流长，散播谣言，罚俸2月。你小子多得的钱都是老子的。所有暗卫都安排在这所院子周边隐秘起来。宋池回知府衙门，另外调拨人马。我说君兰，这事儿就这么糊弄过去了？你女人都出墙了，你还留着她？这天下女人千千万，你就非苏角角不可了？哎，说对了，就非他不可。行，你舍不得你小妾，那个洛凡你留着干什么？等他挖你墙角，做你小妾的男妾？你怎么比我还生气呀？你不会喜欢苏角角吧？不是你喜欢的，别人就一定也会喜欢啊，不是最好，否则兄弟没得做。在知府衙门将各路人马安排好，舒云川那才明白原委。要说起来，苏角角这人是真的非常聪明，绝顶聪明，又会赚钱，又会弄兵器，又会寻找线索。除了……闭嘴，后面的不用说了，省得扎心。舒云川张了张嘴，不说完他难受啊。一旦捉住坏人，你先想想你一夜和哪2个女人吧。老子的，竟然忘了这茬。君兰，你们不会来真的吧？好怕怕呀。
你以为呢？君子重诺，我看郑家那2丫头就不错，你考虑一下。舒云川心道，推你入深渊的不是敌人，而是你最亲密的兄弟。一想到要和女人，就禁不住打了个哆嗦，更不消说2个女人了。天色都黑透了，也没见到有坏人的动静。苏角角有点焦急，在洞房里头转圈子。夫人，时辰不早了，是不是该办正事了？夫人，我们歇着吧。屋里突然冒出来一道颀长的身影，确实该歇着了。不等洛凡惊叫，一掌劈晕了他。你怎么来了？也不怕打草惊蛇？快走，去外面指挥全局。有舒云川在，不用担心。宋池一把扯去黑色面巾，一双眼睛熠熠生辉。至于我要来和夫人入洞房呀。将苏角角一把搂进怀里，扬手熄灭了烛火。这位小娘子长得这么水灵，本采花大盗定会让你万分快活。别挣扎了，你就从了我吧。说着紧紧扣着他的腰，将他抵在了桌子上。第一次见他穿这种紧身的夜行衣，充满了神秘感，肌肉张弛迸发之间散发着浓郁的禁欲感。你这采花大盗就不怕吓跑了猎物？有了动静，这洞房才更真实啊！不怕那猎物不上钩，小娘子别忍着生。房间里的动静断断续续地传了出来，树上隐藏着的江九眼冒绿光的狠狠地盯着江三。我都不举了，我那2月份罗，你舍得要啊？江三听着屋里激烈的声音，隐隐为自己的腰担忧，唯恐可乐将来对他用强。你是咋不举的？我也想不举，你告诉我，我就把2月俸禄给你。这是秘密，偏不告诉你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为嘛不举呀。屋里男人不满的声音抑扬顿挫着。塞纳河畔的春水，夺命3郎的弯刀，夺命弯刀，谁是春水，谁是弯刀？院外面的一棵大树上，舒云川坐在树枝上。江回，你是不是瘦了？别乱动，痒。哎，这耳房里是不是有人打呼噜？睡得可真香啊！江回早就听出来，耳房里是可乐的呼噜声，禁不住声音放柔。真可爱啊！吃得香，睡得美，还有比可乐更加招人疼的小可爱吗？你没事吧？我再可爱，你也不许打我的主意。江回无语了一阵，墙头那边终于有了动静，有2个人翻墙而入。舒云川做了个手势，让所有人按兵不动，直到这2人打开大门，又进来1个人，舒云川才发出抓捕的手势。瞬息间，无数暗卫降落。哎，街上有人跑，外围有个接应的，抓住他。4人落网，抓捕行动完美结束。第2天一早，宋池带着苏角角回到了知府衙门，2人都没吃早餐，就在正厅里一边吃边听大家汇报情况。宋池一边给苏角角布菜，一边随口问：审出来了？哦，用假银票换走现银的就是这4个人，全包圆了，无一漏网。舒云川抬着下巴，这个骄傲啊，满眼的快夸我快夸我的表情。菜必须吃，就吃1颗。苏角角不满地咧着嘴，刚想转脸吐出来，下巴就被宋池给捏住。乖，咽下去，得吃点青菜。舒云川默默地看着。换走的银子都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藏在他们的临时窝点，花了600两。宋池正低头认真地剔着鱼刺，将鱼肉放进苏角角的碗里。他们如何印制假银票的？他们当中有个叫米时光的，特别擅长仿写临摹，他比照着咱们的银票一笔一画勾画的。这是个人才啊，留着今后有用。宋池夹了一个小燕饺送到了苏角角嘴边。我饱了。你最近都瘦了，多吃点，最后一口。乖，终于将燕饺喂进了女人的嘴里。宋池心头满意，用白巾给她擦了擦嘴。屋里随听的郑永平、郑吉祥、郑如意一干人都很无语。舒云川鼓着腮帮子，故意添堵：苏姑娘，你从清风馆买来的洛凡怎么处置啊？22000两，我不能买个没用的。做买卖也不能赔钱，将他送去娱乐城，什么时候赚够了双倍，什么时候放他自由。破点心，还妄想挖我正餐的墙角，走你的吧。那今天有什么安排？既然来了扬州，怎么着也要转转玩玩。今天
大家随意，我陪角角逛逛。王爷，人家的银子都用来买洛凡了，没钱进货了，怎么办嘛？放心，本王银子多的是，都是角角的，随便花。我给王爷当向导吧，扬州城我最熟了。宋池看都没看他一眼。角角，需要人带路吗？不需要。不用你了。郑如意的脸瞬间就暗了下去。这边宋池牵着苏角角走出去，发现舒云川摇着扇子紧跟在身后。你干嘛跟着我们？我不跟着你们，难道我自己去逛？再说了，以前的以前，君兰去哪里都是带着他的。哼，那如意姑娘不是想给人当向导吗？郑家姐妹二人就陪着舒先生，一定要陪好。不是吧，君兰，你竟然要丢下我！遵命。郑如意气得暗暗跺脚。就这么着，繁华热闹的扬州街上，宋池搂着苏角角的腰走在前面，可乐和江回跟在后头，时不时的偷看一眼可乐。可乐的眼珠子完全不够用的了，被琳琅满目的货品吸引着，时不时的还要嚷着叫小姐给他买好吃的。宋池直接就烦了，总是打搅他们二人的相处氛围，径直丢给江回100两银子。江回，可乐吃什么？直接给他买。江回乐翻了，正准备开启宠妻狂魔的模式，不料手里的银子被可乐一把抢走了。我自己拿着自己买，想吃什么更方便。江回心道，风萧萧兮易水寒。想了下，看了看前头，自己主子厚着脸皮黏糊苏姑娘的架势，豁然开朗。可乐，这个好吃不？我也想吃，能给我买个不？可乐嘴角抽了抽，默默给江回买了个。可乐，你真好。江回，要死啊！你有毛病了，给我变回去，跟小官附体似的。江回气得脸都黑透了。宋池从来不知道自己竟然如此有耐心，陪着苏角角一路逛下去，逛首饰，看他佩戴挑选，逛珍珠玛瑙进货摊子，跟着他讲价还价，订货选料子，各种衣料看他往自己的身上披着，问他意见，又陪着他坐了乌篷船，在瘦西湖玩了一圈。累了。让你悠着点，别玩疯了，你就不听。来，我抱着你。不想要背。大街上背着你，显得本王多没面子。抱着，大不了用大氅一盖，还能遮挡遮挡。就要背嘛。你真是。无奈的看了看四周，算了，反正是在扬州，这里也没有人认识他江南王，背就背吧。上来吧，我的小祖宗。驾！我的马儿快快跑！宋池哭笑不得，轻轻捏了捏他的小屁屁，往上拖了拖他。晚上给你当马骑，不许说累。你就不能歇一天吗？你来小日子的时候，我自然就歇了。非常的理直气壮。舒云川有2个姐妹陪伴着，浑身都不得劲儿，好像人家是洪水猛兽一般，执意要和人家距离3尺远才行。他正在望江楼上喝茶，看到下面的宋池，眼睛一亮。君兰，我在这里，上来喝茶。这么宠他，不就长得好看点吗？哼，那是好看一点吗？那是好看一大截一大截。就你这种姿色，和他比，相当于地面和天空的距离。郑如意快被气哭了，郑吉祥却没忍住，偷偷笑出声来，莫名的觉得这个舒先生毒舌起来还有点可爱。宋池背着苏角角上了望江楼，可乐赶紧伺候着2个主子洗手擦脸。舒云川连忙体贴的给宋池倒了一杯茶，宋池吹了吹，转手递给了苏角角。有点烫，吹着点喝。舒云川翻了个白眼，郑如意看了看江南王那张俊美英气的脸，挑衅道：苏姑娘，听说你是王爷的外室？宋池瞬间危险地眯起了眸子，刚要发火，大腿上放上来苏角角的一只小手，他那才堪堪忍住。是啊，身为王爷的外室，你除了好看，还有别的什么优点吗？没有。你没优点，凭什么做王爷的外室？哎呀，好看就足够了呀！这世上佳丽万千，王爷就偏偏宠我一人，于是我就劝王爷一定要雨露均沾，可王爷非是不听呢。王爷呀，就宠我。就宠我！哎呀，你说这叫我情何以堪呀！宋池脸黑了黑，暗中捏了捏他的小手，瞎说什么？他自始至终就他一个女人，去哪里雨露均沾呢？郑如意的腮帮子气得像是青蛙。苏姑娘既然做买卖，我就和你比试一场，就比算账。如果我赢了，我要跟随在王爷身边。郑如意的话音刚落，宋池先气得绷紧了肌肉。苏角角敏感地察觉到，小手勾了勾他的手心，给了他一个安心的暗示。宋池那才缓缓放松。算账啊，这个我不想比。是不想比还是不敢比呀？哼，
我可听说苏姑娘还是管着大铺子的掌柜的，就这么点胆量，这么点魄力啊！我干嘛要和你比啊？哦，你赢了，你就跟随王爷了，平白的多个人跟我争宠，我赢了，连个好处都没有，才不要比呢！既然苏姑娘无意比试，如意就不要强人所难了。舒云川来回看着，两眼锃亮，努力压制着喜悦。比一下也没什么，苏姑娘，人家郑姑娘都开口了，你不能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吧？再说了，也不能剁了王爷的威风不是？我是商人，没有好处，我反正不比试。如意姑娘，跟他比，拿赌注。如果我输了，我给你为奴为婢，随你差遣。我家又不缺奴婢。他喜欢银钱，拿钱和他比。我拿3000两银子和你比。唉，太少了。你知道有多少女人想给我1万两银子，换取来王爷身边的机会吗？宋池的脸黑了黑，又不敢打乱自己女人的玩心，找个比自己小很多岁的女人，能怎么办呢？那也只能纵着他喽。郑如意一想到能够跟江南王颠鸾倒凤，我再拿出2个铺子1个宅院，加起来也值2万两银子了。如意不可，那可是你的全部嫁妆。姐姐你别管，成了江南王的女人以后，她还会缺钱吗？再说她压根儿就不会输给那个姓苏的。既然涉及赌注，那还是正式一点的好，先小人后君子嘛。可乐，笔墨伺候，烦请舒先生写2份文书，这正好趁了郑如意的心意，他还怕这个姓苏的回头输了不认账呢。舒先生快点写。2份文书写完，双方签字盖章。既然算账，那我们就选一个难度较大的账本，就地取材吧，将望江楼的季度账本拿来。我同意。很快，望江楼呈上来同样的2本账本。舒云川一声开始之后，郑如意立刻噼里啪啦的快速的打着算盘。苏角角喝了口茶，在一张纸上写起来数字，进账1行，出账1行，最后加加减减，用上小学特长班学的速算，苏角角最终写出了一个数字。我算完了，宋池、舒云川、郑吉祥都是惊呆了。郑如意才算到1/3不到。不可能，你怎么能这么快？你连个算盘都没用。你做不到，不代表别人做不到呀。计算的完全正确，连一个铜板都没错。我操，上当了，还无意中被苏角角给利用了。苏角角，你个奸商！谢谢夸奖，苏姑娘。你是靠什么算出来的？我的算盘在这里。嘿嘿嘿，我随我们小姐，我的算盘也在这里。舒先生，文书是你起草的，那么接下来的讨账就请你来出马吧。郑如意的脸色惨白，再想到自己所有的嫁妆，眼前一黑，晕死了过去。如意，既然输不起，还瞎蹦跶什么呀？丑人多作怪。得亏妹妹晕了，否则听到江南王如此糟践人的话，估计能被气死。当晚，江南王要乘船返回临安，郑永平设宴为王爷送行。小女如意顽劣不堪，已经将她禁足，不日就给她在扬州择选夫婿，尽快将她嫁出去。还亲自送了一匣子珠宝给苏角角，那才换来江南王稍好的脸色。傍晚，夕阳西下，宋池牵着苏角角踏上了大船，郑吉祥也带着2个丫鬟和行李一起登上了船，被调去临安的金银铺上任。君兰，郑家姑娘为何和我们同行？你猜？君兰啊，你不会真的为了博你小妾欢心而置我死活于不顾吧？哪里有死，只有活，快活。你不妨试试。我才不要试，试试我就去试试。郑吉祥对着舒云川行了个礼，温婉一笑，笑得舒云川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嘀咕着要死了要死了，迅速跑去了船舱里。舒先生，您莫不是走错房间了？没错，找苏姑娘。苏角角正画着首饰的新图样。苏姑娘，商量个事如何？你请说。咱俩赌的那个赌约，就是2个女子陪在下的那个。哦，怎么了？今晚你就要？不，绝对不要。那你什么意思呀？在下身子骨弱，若和2个女子，估计我会香消玉殒。你一个大男人也配叫香消玉殒？总之，为了让王爷一直有我这个伟大睿智的谋士安在，那个赌约我还是不要兑现了。王爷有没有谋士关我何事啊？愿赌服输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晚吧。我可以用别的换。切，你能用什么可换的呀？脸一般，身材一般。谁说这个了？我给你钱，你开个价吧。算了，看你怪可怜的，就放你一马吧，就换成给10把扇子题字吧。好，
就这么定了。一撩袍子，轻快地走了出去。小姐，这家伙是适合你作对，你怎么这么轻松就放过他了？本来这赌注就是吓唬他玩的。你知道舒云川题字的扇子市面上值多少钱吗？有市无价。可乐很抽了口气。舒云川也是大江南北响当当的大智者、大才子，他题字的扇子，我在娱乐城搞个拍卖，一把扇子敢卖出个几千两。可乐又抽了口气，苏角角盘算着，以后定期开个拍卖会，肯定能够赚发了。到时候哄着宋池多写几幅字，再让牛芳菲骗他爹几幅字画，娱乐城还不声名鼎沸呀？晚饭后，宋池和舒云川在客舱里讨论着今后金银铺的银票该怎么印制，越聊越烦，越没有头绪。不管用什么法子，别人总能仿制出来。如果我有法子给银票成功防伪呢？什么法子？苏角角掏出来一张纸递给他们俩，我简单的制作了一下，你们先看看。比一般的纸厚硬。对，这是2张纸压粘在一起的，原来的纸张是单层，没有经过后期处理，被水浸湿就很容易破损，而这个就不会。右下角变紫色了。对，这里面加了东西，遇水会变紫，干了又看不出来，这就是一道防伪。一道？难道还有2道？对，不愧是我家王爷，好聪明呢！这种不值钱的哄小学生的夸奖，却让宋池心头一热。我设置的数字对应上面的银两数。哦，这就是你在望江楼算账用的那个小虫子。另外，下面的银票代码也是有讲究的，大写字母代表了各路，小写字母代表了各州，后面数字是发行的第几张银票，而这排数字只有我们拥有字母表，外人无法解密排列方式。宋池和舒云川一起吸了口冷气，我可以统一培训票据账房，分派到各地金银铺上任。我觉得这样下来，基本上就能够拦住被访。太能了，你可真是个小能人。嘿，也不能白白的给你们奉献智慧啊，要收费的。尽管开价，本王的私库全给你都行。君兰，不可乱说。我做买卖非常公平合理的，这样防伪设计费呢，给我1万两银子，票据账房培训费1万两。另外，王爷还要给我写10幅字，成交还是很公道的。谈判顺利，双方皆大欢喜。苏角角离开后，宋池又和舒云川聊了一会儿。临走前，有个女人多好呀，既能暖床，还能出谋划策，夫复何求啊？你呀，加把劲吧。我不像你被女色迷惑，你试过就知道了，这个滋味啊。哎呀，一想到要给女人当马骑，宋池焦急地走了。为了讨好女人，回去洗完澡，江南王就亲自给苏角角擦头发，围着她转悠，像个殷勤的小厮。终于将收拾好的女人抱到榻上，狠狠地亲了几口。雄壮的千里马在此，请角角尽情驾驭。乖，我有点晕船，今晚你也歇歇。你一个游水比鱼都快的人，晕船？被戳穿了的苏角角丝毫没有羞赧，养生养肾嘛。你好我也好，明天啊，明天来。哼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隔壁住着那个洛凡，你是怕他听到动静伤心吧？真不是，就单纯困了想睡觉嘛。为了安抚酸溜溜的男人，宝宝乖，休息啊，做个好梦。宋池垂眸看了看怀里香喷喷的一团，想了下，唇边勾起一抹算计的弧度。他饱读诗书，兵法计谋尽在脑中，不信还找不出一计来对付一个小女人。哎呀，好热呀！男人感慨着将中衣脱了下去，精壮完美的肌肉线条紧绷着男子气概。苏角角有点蒙圈时，小手被男人牵了过去。我这里有点痒，你帮我挠挠。这里，还有这里。苏角角有些无语，他这是痒啊，还是在故意向他显摆好身材呢？别说，这肌肉这线条看着很养眼，摸着更是爽歪歪哟。这练武的男人就是不一样，腹肌秀气又好摸，哇咔咔，还有人鱼线。苏角角的困意消失无踪了，不由自主的就被吸引了过去，顺着向下摸到了中裤上的腰带。行了，不痒了，睡吧。好王爷，好哥哥，天色尚早呢，玩一会儿呗。宝宝乖，休息啊，做个好梦。宋贱贱，你他妈行啊你！被勾得百爪挠心，苏角角厚着脸皮黏糊过去，夫君宝贝心肝儿一通的乱七八糟的甜言蜜语，终于得偿所愿。殊不知
男人竭力压制着嘴角的笑意呢。值夜的江8、江9正无聊时，江3兴冲冲地找来了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江3笑得嘴都歪了。我终于也不举了，哇，你的祷告终于有效果了。好兄弟，有呢。不，有福同享。对，有福同享，太开心了。咋就觉得这俩人对话怪怪的呢？江3，你的宵夜快吃了。可乐姑娘，我晚饭吃饱了。吃。那啥，我都不举了，能不能？啥？不举了？我让可乐姑娘失望了，怎么就如此不争气啊？不该啊！他每次下的剂量很小很小，唯恐他们武功高强察觉了出来。难道昨晚走神的时候不小心下多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就晚饭之后就不行了。那就不用吃饭了。江3、江9对视一眼，女人多现实啊！不举立刻就没饭吃了。嘿，他不吃我吃啊，可乐姑娘，我正好晚上没吃饱。可乐嗖的一下将饭碗丢到了大江里。任务完成，以后不用费劲巴拉的下药送饭了。黑漆漆的一道袅娜的身影推门而入，倒在了榻上。谁在我房里？哎，救命啊！有个女贼！郑吉祥尚算镇定，赶紧点燃了桌子上的烛火。看到舒云川穿着中衣，此刻正抱着双膝蜷缩在床上，瑟瑟发抖。舒先生，是我郑吉祥。你想对我做什么？这不应该是女人的台词吗？对不住啊，舒先生，我刚才在外面看月色，锁错房间了。有个脸去，不许看我。郑吉祥无语地转过了身子。不许打我的主意，你若敢污了我的清白，我就死给你看。对不住了，舒先生。别转脸，休想看我。出去！郑吉祥赶紧走出去，边往自己的房间走，边觉得荒唐。她一个清白单纯的千金小姐，怎么在舒先生跟前倒像个采花女贼一样？第二天，大船停泊在临安城的码头，宋池神采奕奕的送了苏角角上马车，转身看着脸色苍白、两眼无神的舒云川。病了？怎么这副鬼样子呀？像毛毛虫，太吓人了。你说什么？谁是毛毛虫？真不知道女人好哪里，像大号的毛毛虫，恶心死了。你昨晚开荤了？哼，才没有。这是好事啊，你总算开荤了，我替你高兴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才不像你，说好了一生兄弟相伴，结果你说话不算数，半路被女人拐走了。说那话时不是一直厌恶女人吗？没成想还能遇到一个一眼入心的可心人，这辈子呀，我也就她一个女人了，也算上天垂怜。女人真就那么好吗？好的让人飘飘欲仙，好兄弟不骗好兄弟。才怪，大号毛毛虫，恶心。宋池心道，要不要给兄弟找个南柯圣手给瞧瞧呀？苏角角和可乐带了一马车的好东西回了苏家，这是从扬州给你们带来的，有衣服料子，有好吃的，有酒有肉，这5000两银子给你们平时花销。给这么多钱做什么？我和你爹钱多的花不完，花不完就攒着，这是女儿孝敬给你们的。你这一趟去扬州是不是发大财了？可不嘛，小姐生财有道，里里外外赚了好几万两银子了呢。嚯，好家伙，这是捡了金矿了吧？苏角角笑而不语，初步合计大概能够拍卖个10几万两，确实是相当于捡了金矿呢。姐，苏全坐着轮椅从屋里出来，哎，小全子看来恢复得很不错呢。哼，这小子好一点就闲不住，这2天坐着轮椅总往街上瞎转。姐，你给我点钱呗，昨天咱爹和我上街，我让他给我买把小刀，他都不给我买。我那是不给你买吗？我那是钱不够。娘，你给我买吧，才几两银子而已。买屁，你都不值几两银子。真是，夫人，今儿个的零钱你还没给呢。陈氏拿了一吊钱给他，苏东阳极为稀罕的乐滋滋的揣了起来。苏角角临走前偷偷摸摸给他爹一张100两的银票。还是闺女好，闺女是小棉袄，藏到哪里呢？我得好好想想，巨款呀。苏角角来到娱乐城和几个高管开会。哎呀，这几天娱乐城每天盈利在3万两银子左右。你是没见啊，天一黑，女兵部的那些夫人们简直跟疯了一样。男兵部白天1楼生意很好，从下午到晚上2楼3楼都是爆满的。可乐带着洛凡走进来。哟，苏老板，这位是你藏的面首。
头。洛凡，扬州城清风馆的头牌清官，今后是我们的员工了。人家身子清白，如何最大限度发挥他的能量，就看你们几位的安排了。洛凡公子，留着清白有毛用啊？不如姐姐替你卖个天价出夜，保你一夜暴富。已经开始盘算手底下那几个超级有钱的寡妇，谁好这一口了。洛凡暂时不想接客，卖艺不卖身。哎呀，男人嘛，出不出夜的也没人知道呀。这种事对男人又不吃亏，到时候灯一熄眼一闭，女人都一样，既能让你快活，还能赚到银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对啊，男人又没手工纱，到时候把临安的美男弄到新店去，一样可以卖初夜，可以反复的卖。池少主，你挣钱真是不拘一格，什么钱都好意思赚呢？有小厮跑来汇报，那个东方少主来了，赶紧的把洛凡藏好，还有其他的清官都一律藏起来。转脸看着池渊玉，池少主，要不你去接待一下东方若真？我去接待他，那不等于羊入虎口？你忍心看到人家被他荼毒吗？忍心啊！池渊玉一愣，你说这东方少主来了娱乐城，是该去男兵部呢，还是女兵部啊？确实有点为难啊。东方少主在男兵部1楼喝闷酒呢。你怎知他在喝闷酒啊？撬了那么一大堆酒，一个人一直灌。苏角角打了个寒噤，万一最大发了，把他的娱乐城给打砸了。将3将4，将8将9落下来。今天是我们保护你啊！好，别管是谁，你们赶紧去盯着东方若真，千万别让他砸了我的店，一个板凳桌子都不能有损。将8将9迅速消失。苏角角在男兵部视察时，突然被人一把扯进了一个包间里，将他抵在门板上。师姐，我不喜欢男人，我是为了你才这样。师姐，你给我好不好？求你了，联系我。喂，我不是你师姐，你认错人了。你就是我师姐，你不理我，瞧不上我，我难过。东方若真含糊地念叨着，红艳艳犹如花瓣一样的唇，想去亲女人的唇。苏角角赶紧躲避。东方若真，你看仔细了，我才不是你师姐呢！妈蛋了，你师姐能有我漂亮？你果然不待见我，你一直嫌弃我。师姐，可小时候不是这样的，那时候你对我可好了，还答应我长大了就嫁给我的。刚刚伤心的说完，猛然扑上来，抱得他死死的。你应该喜欢我的，为什么喜欢他？我强行要了你，将你禁锢在我身边，就算你恨我又如何？我要你，你恨我一辈子又如何？苏角角毫不客气的两手用力的揪住他前面，照死里掐。疼，活该疼死你丫的！师姐，手下留情。说了不是你师姐了。不是，江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你们死哪儿去了？为啥偏偏落下我江9啊？苏姑娘，我们不敢踢门，怕误伤了你。不是还有窗户吗？你大爷的！关键时刻高深莫测的武功都是狗屎。对哦，还有窗户。前一秒他声音还在门外，下一秒将8将9就从窗户闪了进来，两人上前将东方若真打晕。哼，小屁孩也瞎了你！我哪里像你师姐了？哼，今天这事不需要告诉王爷，省得你们因为失职而被罚。主要是宋君兰那个家伙太爱吃醋了，风吹草动也吃醋，边角料的事儿也吃醋，红起来特别的麻烦。主要是太累，为毛他家这头牛劲头足足的，天天对耕地乐此不疲，也不说累。池渊玉缓缓来了，这小子特有钱，不若趁机搁他身边3、5个厨，回头狠狠讹他一笔，趁着他醉了，看看他带了多少银子，都搜刮了。见面分一半，不谢。这是我被他惊吓到的安抚费，这你也要？不分啊，那下回你就不是惊吓，而是受伤了。菊花残，满地伤，你的笑容已泛黄。池渊玉全身一僵，菊花一紧。算你狠。池少主莫伤心，晚上我携巨款去给你疗伤。大可不必，敬谢不敏。池渊玉好怕，心好慌的逃之夭夭了。可乐，你有多少巨款了？600两了。继续努力。我会的，胜利在望，心想事成，我必成功。苏角角接着去了金缕阁，将最近的账目盘查一遍，又将新进的货安排了一番。门口传来动静，
哎，柳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得无礼，这是我们王府的大夫人。大夫人，不知者不罪。我嫁给大爷就这2天的事儿，苏姑娘不是外人，叫我大嫂好了。啊，哈哈，那可不敢，我又不是江南王什么人，可不敢高攀大夫人。怎么着？挑选衣裳？我们店里刚来了一大批扬州上好的丝绸，轻软舒服，高贵明艳，就是价钱有点贵。不过大夫人现在应该不缺这份钱吧？挑几匹最贵的布，做2身秋装和冬服吧。那就秋装2身，冬服2身吧。可乐，叫最好的女师傅过来，给大夫人量尺寸。柳晴儿量完尺寸，付了钱，带着人走了。苏角角亲自送她出门。大夫人，今天多谢照应本店，欢迎以后经常光临金缕阁呀。柳晴儿带着一种扬眉吐气的神气，抬着下巴上了马车。小姐何必对她这么殷切？唉，人呢，要时刻认清自己的位置。抛开宋池不谈，我就是个商户老板，刚才那位就是我的衣食父母，是上帝，必须要伺候好了。将来总归是要离开江南王，我总要维护好我自己的客户嘛。这王府也是奇葩巨多，那孙家大爷也太不挑食了。柳晴儿伤的像个丑蛤蟆，他竟然也下得去口。哦，据说呀，这柳晴儿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为了攀上大爷，愣是忍着断肋骨的疼痛和大爷滚作一团呢。这么说起来，这柳晴儿也是个狠人呐。算了，不说他们了，王府和咱们没关系，不关咱的事儿。宋池手里提着刚出锅的点心，整个人呆在那里。他刚才那句将来总归是要离开江南王，反复在耳畔回响着，心间密密麻麻的刺疼。转身踉跄着迈着步子，他还是想要离开他，不管他对他多好，多宠他，多疼他。现在的他想要此生唯他一人，而他却还在想着离开。江九冒出来，之前在娱乐城，东方少主对苏姑娘巴拉巴拉的汇报完，就看到主子风一般的速度杀去了娱乐城。刚刚醒酒的东方若真就被宋君兰一把拎着衣服领子扯了出去，二话不说就是狂风暴雨的揍他。东方若真疲于应对，王爷有话好好说啊，你为嘛揍我呀？为嘛呀？半个时辰后，娱乐城1楼的酒吧里，宋池沉着脸喝着闷酒，和他坐在一起的东方若真鼻青脸肿，凄惨无比的陪着喝酒。宋池带着一身酒气，在总督府和一堆侍卫打了一通，最终将所有人都给打趴下，他才恢复了精神气。不爱我就不爱吧，我爱他就够了。想离开我没门，这辈子我就和他杠上了。君兰，你嘀咕什么呢？捋清了点思路。军政大事，大事。哎，对了，牛大人送来2只鸭子给你。嘿，这2只鸭子不错，拿回去给角角炖汤喝。拜托，人家是鸳鸯。舒云川展开密信来看了看，老天爷，几日后的品茶节，袁清林也要来。这时候出来，等于给朝廷的刀子上送脑袋，这就叫色胆包天啊！君兰啊，袁清林执意来参加品茶节，图谋的是你的女人。他若敢动心思，本王就让他命丧临安城。哎呀，只怕杀不得呀！且不说他现在的身份，就你小妾对他的那份心思，届时肯定会多方维护他。袁清林那厮到时候一撒娇一半惨，苏角角指不定心一软，跟着他就跑了。你给我闭嘴！苏角角正准备从金缕阁离开，走进来一个美艳高贵的少女。你是宋君兰的外室？认识一下吧，我是宋君兰的未婚妻。一个不入流的外室见了未来的主母，不应该愧疚、胆怯、卑微吗？可令女孩意外的是，眼前的苏角角落落大方，不卑不亢，浅笑盈盈。